湾确诊个案数又增加1名，现在呢是来到了第9例。而这名个案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一名在中部工作的女性，丈夫曾在武汉工作。1月12号返回台湾之后呢，她的先生出现了咳嗽、流鼻水的状况，不过没有发烧，就是因为他没有发烧哦，不符合当时这个通报的3原则之一，其中一个呢就是要有发烧的状况。那么就医的时候呢，就被当成普通的感冒诊断，没有向上通报。而他的太太呢，却在今天确诊了，研判呢就是国内的第2起家庭群聚感染。由于个案的先生他曾经就医，是属于漏网的轻症哦。那么其实现在呢，在武汉还有在其他地区也陆续传出了这种呢没有发烧却具有传染力的个案。那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哦，接下来呢绝对会来升高规格，继续的来处理监控。第9例的确诊个案。武汉肺炎疫情国内再添1例，数字增加到第9例，而且这也是家庭群聚案例的第2起。先生在武汉工作，那回来之后有些微的感冒、咳嗽。先生是1月12号从武汉返台后，只出现咳嗽及流鼻水的症状，因为症状不明显，没有发烧 ，X 光结果也没有肺炎情况，不符合通报门槛，被当成一般感冒处理。没想到太太却在1月27号发病，隔天就诊，30号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好，那在这里面他的太太也因为这样子受他的感染。好，所以这个案子我们还是定义在家庭群聚。这个先生事实上并不是个案，对。那我们现在也会再去把它，就是说再补通报，再验验看。不需要有武汉旅游史、呼吸道症状、发烧，符合3项才达到通报标准。不过现在却出现罕见轻症案例，而且还发生家庭群聚感染，确诊再添1例。由于这起个案的丈夫曾就医，属于漏网轻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降低通报标准，接下来防疫再升级，绝对高规格处理。记者报道。